实验给大家看，我们就是这样咳嗽，咳在附近了。那么这个还没有很用力的咳嗽啊，简单的这样咳一咳就好。另外一个呢，我们再把这个培养皿用口罩给它盖起来，那稍微对着它这样咳一下，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果，我们再给它放到检验科的细菌培养的这个培养的机器里面啊，那个放个1天左右的时间的时候，那自然就可以把那个咳嗽的这个状况啊，让大家可以知道。那结果呢，大家可以看到，这是咳嗽喷出去的，一个一个代表那样的 droplet， 就是一个飞沫的一个意思啊，就可能造成我们如果吸进去的话，就到我们的肺部去啊，那当然会造成感染的一个机会会增加，所以阻隔在那个地方啊是非常重要。好，相对如果有口罩罩着的一个结果的时候，你可以看做实验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就是这样子。想到飞沫，刚刚就想到我们讲的咳嗽的这个状况，其实啊有一点也是非常重要，要提醒大家，这都是飞沫，只是它量比较大。打喷嚏的时候，它跑出来的量是到10万个飞沫这样子，咳嗽的时候大概1000。讲话的时候也有到100左右，所以表示啊，我们平常咳嗽我们都这么注意了，我们讲话反倒不太注意啊。所以危险的地方在哪里啊？有些地方我们知道很危险，譬如说出入公共的场所的时候，或者进出医院，你知道这个相对要警觉性高一点。可是有些地方你就忘记了，它也有可能有飞沫，口沫横飞。这不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讲话绝对就是你看不见的，但是事实上就有那样的一个飞沫是充斥在旁边。那如果我们很多人就是这样讨论来讨论去，距离又很近的话，这个都是我们可以看得到 COVID-19 传染确实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，有的就是这样聊天1个小时，就产生出这个传染。得病的一个状况，所以那种人潮聚集的地方，然后尤其是，这个又在那个地方啊闲聊得很开心的一个状况的时候，这个彼此之间呢相濡以沫，确实以飞沫来彼此互相的影响，这是绝对不好的啊！因为在讲话的一个过程，在吃饭的一个过程里面，都是我们把这个防护的东西拿掉，让自己暴露在比较风险高的一个。状况是要特别注意的情形，所以反倒这些地方我们要特别注意，所以不要只注意到我们讲的这个飞沫这个东西，所以戴起口罩就安心是帮忙很大没有错。可是不戴口罩的时机啊，也要特别注意啊，因为你这个时机就是让飞沫传染有机会进到我们体内的一个情形啊。